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今天呢，黄金又创了历史新高啊！今天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它超过了$3000了哈。那我相信在这个位置呢，很多朋友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没有被高估啊？我们如何去衡量它的价值？就是咱们这一个视频的核心内容。好，那么呢，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哈。黄金的方向怎么看啊？黄金的价格的中枢怎么看？结论呢，就是美元指数呢决定方向，M2 决定高度哈。这个 M2 当然指的是美国的 M2。好，那我们又把这幅图拿出来哈。那昨天我在圈子当中的视频当中我已经讲过了这一幅图。那这幅图呢是美元指数纯的贸易的真正的贸易交易出来的，就是商品交易出来的美元指数哈，不包含金融的。因为美元我们换美元可能有两个目的对吧？一个是商品的，一个是金融的，可能去买股票、美债哈，甚至就是持有美元本身。好，那么我们刨去了金融那一部分的影响，我们只看真正的货物的商品的交易。现在美元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上一次极值是在1985年，还有在1930年左右。好，1980几年跟1930年左右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还记得吗？背景非常像，贸易战、高通胀、滞胀，对吧？好，我们来看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来看这幅图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在一个未来的大方向上，这个指数美元指数应该是往哪里走？是往下走，对不对？我们讲的不是明天下一个月，好，我们讲的是在一个中期方向的一个方向上。好，其实呢，这也就是特朗普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元的价值现在是高估的，对吗？把美元的价值打下来，有利于国内的制造业。好，那我们说呢，我其实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有透露了一下我新写的书的部分内容哈。那因为版权问题呢，我就先不把具体的数据拿出来，就是说黄金跟实际利率的关系它其实是不稳定的。虽然在过去20年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它们负相关，然后又通过观察实际利率的走势，分析实际利率的趋势来分析黄金的走势，对吧？甚至看到了他们两个的就是这种有一段时间，假如他们并不是按照这种关系去走的话，可能交易员还会去做套利，因为认为它会回归，对吗？好，我们说现在这个关系呢被打破，然后我们有分析这个东西。那其实我们发现在长周期上，实际利率跟黄金的价格并不是稳定的，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跟黄金的价格关系是非常稳定，可以说是最稳定的就是美元指数。好，这个是它的相关性，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正相关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位置。美元指数是在所有的宏观的这些要素当中跟黄金的关系最稳定的负相关哈。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美元的价值被严重高估，它如果往下走的话，黄金如果负相关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大家也都明白了，对吧？应该是往上。所以说美元指数决定方向，这第一句话我相信我给大家解释明白了。好，那么我们再看 M2 决定高度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是1973年哈，我们是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就是瓦解，应该是1971年左右哈。他说当时尼克松说，那美元呢不再与黄金挂钩，可是黄金真正的开始浮动，
是1973年的3月份。那我们从1973年的3月份开始，把美国的 M2 和黄金的价格都以100作为一个起始价格，好，就是做一个指数，然后根据他们的未来的走势这样往下推，做出这2个图。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它现在又到了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好，我们可以看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对吗？好，那个时候呢，通胀上去，那么黄金呢做了2波的大幅度的偏离 M2 的这个中枢，对吧？后来呢，康波周期进入了复苏之后，它开始产生了长时间的盘整甚至跌破了这个 M2 的线。如果我们拉长周期看它又回到这个位置他们2个基本上年化都在 7% 左右。长期的话，可以说 M2 是黄金的一个价值中枢，明白吗？那么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说，黄金不会短期的围绕着它这样子去波动，黄金距离它可以偏离这个中枢很久，而且空间很大，尤其是在萧条期。看萧条期会有什么问题呢？会有战争，全球的战争期战争期的话就会有供应链的问题，供应链被截断，那么就会有通胀的问题，物价就会往上涨，也有避险，对吧？所以在萧条期的话，其实我这么讲大家都能够跟现在的情况去做对比，俄乌的情况，对吧？包括通胀。好，所以说其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经常提的几个，一个是美债，一个是通胀一个是美债收益率，他希望打下来，因为债务规模太高了他要给企业减负，给政府减负。一个是美债，一个是通胀，一个是美元。其实这都是现在的问题所在，难处所在，而不是优势所在，明白吗？所以他才会一直提，这是他面临着他背的3座大山我是这么理解。好，那么我们看黄金在这种大幅度的偏离之后，它依然要回来，可是这个回来之路是很长很长很长的，回来之后还要再往下，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然后再往上超过这个，然后再下来，那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附近。当时就是在这个附近起来的，就是在这条价值中枢起来的，所以我们目前依然又回到了萧条期。你看是不是逻辑全部都通顺了，对吗？现在目前就是第5轮康波周期的萧条期，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起点，又回到了这个黄金的这个中枢。好，所以呢，本质上 M2 决定的是高度，什么意思？ M2 决定的是黄金的价值。那我是怎么理解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的就长期以来我是怎么理解他俩之间的关系？他俩之间的关系就像巴菲特说的那句话，基本面跟股票的关系，它会偏离它的基本面，可是它依然会回来。可是股市呢，回归基本面，它的周期更短更快，而黄金非常长。好，你比如说像它这样子一个周期下来，这个是它偏离的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可以长达10几年，10多年。所以它的钟摆围绕着它的中枢，这个钟摆的摆动是更缓慢，同时偏离的幅度也更大的。好了，那么问题来了，未来黄金会怎么走，对吧？我们研究东西不仅是为了看过去，也是要为了看未来，对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研究报告讲说，黄金现在它的价值就是已经到了它正常的价值我倒是蛮认可这句话，因为我们从这幅图当中就可以看到，黄金又回到了这个 M2 的这个价值中枢的位置可是大家要知道，黄金不是紧随 M2， 黄金是长期中枢是 M2， 它会在康波周期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朝一个方向大幅度的摆动，钟摆摆在这里不会停的这摆到这里只是回来了而已，还要再向另外一个方向继续的摆动，像这个一样
然后最后进入了第6次康波周期的复苏跟繁荣的时候，大家钱都去股市了，就不是在黄金了，于是长达20年的黄金价格的下行哈。所以呢，如果历史会说话，在萧条期，黄金应该是这样的一个2到3轮的一个偏离它中枢的走势，那么现在它刚刚偏离，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的判断是这一次黄金现在目前的位置就是它的本身的价值，可是它还需要钟摆是有惯性，它依然要往那个方向去拐，去往那边去摆动，而且这个幅度会很大。它不是股票距离它的中枢摆动并不是那么大，可是黄金是很大的哈。这一轮的涨势是20多倍，明白吗？好了，这才回到中枢这个起点而已，我们现在才回到起点而已哈。至于这一轮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不确定，因为每一轮的细节不一样。可是我们几乎可以从这个图当中看出来，黄金现在目前的价值中枢在哪里，然后它有可能的摆动的方向在哪里，对吧？所以说 M2 决定的是它的这个高度，它的这个价格中枢的高度。美元指数决定着它接下去走的方向，中期的方向，这是长期的价值中枢的高度，这个是中期的方向哈。我想我从一个大的方向，这不是讲技术面哈，从一个大的方向跟大家分享我对黄金的行情的未来3到10年的一个看法。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给我留言，我们可以探讨哈。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也请你点一个赞，让我知道。点赞关注我，我会分享你不知道的干货。